我是住在这个8平米这么小的房间，才就意识到的这个东京的另外一个魅力。其实8平米的真正功能是连接，然后透过这么小的房间就看到的更大的世界。你好，大家，我是吉井人，今天非常高兴，终于能回到北京，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我之前是住在北京的，住在朝阳区，也有一段时间5、6年吧，所以呢，我对这座城市，也有一些感情，也发生过一些故事。不过呢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北京的故事，而是东京的我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一些事情。所以呢，今天的题目就叫东京8平米。那这个后面的3个字8平米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我现在住的房间的大小，就是8平米。那这个8平米呢，在日本叫做4叠半有就好。那这个呢，4叠半是什么意思？日本人是习惯用榻榻米的大小来把握房间的大小嘛，就一张榻榻米的尺寸面积是差不多1.6平米，那4.5张榻榻米是加上小小的小厨房还有洗手间，就差不多是8平米。现在我住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一般的日本人心中，这个4叠半这么小的房间是占有什么位置呢？是就年轻人打拼的时候暂住的地方，或者是收入不太够的时候，你就暂住一段时间的这么个小房间。比如说一个学生大学期间本科4年念完就毕业就去找工作了，那就可以搬走了，这么一个地方。我已经到现在这个小房间里住了5年了。那为什么住这么久呢？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住过很多房子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，我已经就搬过30多次家。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台北工作，接下来是去法国，在那边的几家农场工作过一段时间，然后去马尼拉当记者编辑，然后呢上海、北京那些总共加起来，我真的是一个一个数了。之后就发现真的是搬过这么多次。之后呢，我发现对我来说，对房间的不可缺的要求条件是，即使是不多的，一个是采光要好。然后呢，通风也要好，我就是受不了太潮湿的地方。还有呢，最后一个是有地方可以做饭的，哪怕小小的厨房也 OK， 我一定要自己煮饭吃。那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房间的大小其实是不是很有关系的。住这么小的房间呢，就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节约开支。那我每个月的这个房租，这个8平米的房子是人民币的话1500差不多，然后加上水电费的话2000块钱人民币差不多了一个月。这方面的开支可以压缩到极点的话，这个可以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就是自由。那我不用工作那么多，也可以把钱和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，比如说去看展览、看电影呀，搞音乐的朋友搞个演出，那我就去看一下，或者说买张机票去喜欢去的地方等等。那这个自由度对我来说，这个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说是还是蛮重要的。那这个交通便利的话，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。这个8平米所在地是我现在住的地方，是东京比较市中心的地方。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手绘的地图，去什么地方比较方便。如果一个月1500的这个标准，如果不在东京周围的比较偏的地方的话，应该可以找到。不过呢，那个地方如果要到市中心的话，要花时间也得花钱，那这个对我来说是不是那么值得做的事情？
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个前辈给我一个，就是教我一个，就是怎么样把工资分配的一个比率嘛，这个叫做631分配比率。那这个一个月的收入，你可以60%可以花在生活上面，收入的20%到30%你一定要存款，然后呢，剩下的10%才可以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。我觉得这个是蛮有道理的。不过呢，我就是搬了这么多次家之后，就明白自己对我来说是房间的大小没有关系，可以把这方面压得就是很小也 OK。那然后这个剩下的钱就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，这样的一种畸形的收入分配，对我来说还是 OK 的。那这个是畸形的分配之后的结果，这个是我在家里贴的很多就是去过的展览或者活动的海报。那这个是东京的一个手绘图，我所住的地方呢是在中野，然后呢，这个新宿是我主要的活动地。我现在有时候去咖喱店打工，那这个咖喱店也是在新宿。这个高野寺和吉祥寺是，如果大家喜欢日本的亚文化的话，大家肯定会知道。还有呢，比如说这个池袋的话，很多在日本的华人所居住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我想念中国的时候可以去这边吃饭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有电影院，通宵的电影院，有时候我睡不着的时候去看电影。还有呢，这个上野呢有很多美术馆在这里，浅草这个观光地也就在这里，有很多古老的寺庙啊都在这里。那这个是我所居住的这个周围环境，我觉得这张图太好看了，就是什么非常日本，有樱花什么的。不过呢，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是4月份比较短暂的时候，就是一年里最好看的时候。然后接下来这就是我所住的地方，这个是门口，从这边进去，然后呢进去之后上楼梯，上去之后这就是我家的门，打开之后这是我的8平米的小房间。然后都主先生应该是用广角镜头来拍的，所以看起来是非常宽敞。不过呢，这真的是只有8平米的小房间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我睡觉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工作的地方，这个是我从朋友买来的照片什么的。从这个位置，看到的就是我自己的小厨房。然后这个是小小的卡式瓦斯炉，我常常就在这边煮米饭啊、做汤啊、炒菜啊，都在这边解决。然后因为空间太少，所以呢，我没有买冰箱。没有冰箱的日子已经有6、7年的时间了，已经非常习惯了。冬天的话，比如说萝卜呀、苹果、鸡蛋那些东西买多一点也 OK， 可以放着。不过夏天的话，真的是只能买1天吃完的量，然后当天买来，当天消费，当天吃掉。夏天简单做沙拉就是这样解决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家的平面图，这个是一张床，已经占有了房间1半的面积了。还有呢，这里是有迷你厨房，还有呢，这个是洗手间，算是独立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收纳空间，差不多就是这些。那大家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里面呢没有可以洗澡的地方，也没有放洗衣机，因为没有能排水的地方，所以我没有买洗衣机。那这些东西在怎么样解决呢？比如说洗衣服的话，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叫投币式洗衣间。这样的地方在东京的话可以找很多，然后日本全国都可以容易找到。差不多一次10块钱人民币，洗1次半个小时。洗完之后，在这个烘干机里面烘干衣服也 OK。我的话，洗完衣服就拿回去，然后自己晒一晒。那
这个洗衣的半个小时，我是怎么打发时间呢？比如说，这边有每个月换新的杂志，那我在这边翻阅杂志也蛮好的。或者说，这个附近有咖啡馆，喝一杯咖啡也 OK，或者去吃麦当劳啊，或者回去一趟，因为走路过来也差不多5分钟，很近，所以呢，回去一趟，先打扫房间，然后就回来取衣服也 OK。也可以在这边遇到一些有意思的人，比如说有一天我记得是一个春天嘛，有一个阿姨进来，那时候我刚好是洗完衣服取衣服，然后呢我就跟阿姨打个招呼，那阿姨看到我洗的衣服的量不多，所以呢直接问我，你是不是一个人住？我说对啊，我是一个人住。这种场合我会蛮坦白的，因为只有这个地方我们只有2个人，而且对方是陌生人没关系。然后呢，他又问我你是不是没结婚？我是，然后我说其实我是离婚的，然后呢才搬到这边来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那他说我呢离倒没离，我就是逃出来的。那阿姨讲的故事是这样子的，她是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出生的，然后呢那边的观念，人们的观念是非常传统，所以呢她不是特别喜欢，所以她就很年轻的时候逃出来了。19岁的时候来东京，找了一份工作，也遇到了一个男人，结婚了。可能因为太年轻，所以他没有找对人。后来发现这个男人就是打他的。有时候，比如说阿姨很累，躺在榻榻米上，那丈夫过来非常使劲的就踢她一脚。就这么个人，不过阿姨非常忍耐了，因为已经生了2个小孩，所以呢，她还是忍受了。后来这些女儿都长大了，嫁出去了。有一天嘛，下大雨，那时候她就觉得，终于自己等到这一天了。然后她把自己准备好的行李拿出来，从窗户就扔出来，然后呢，从门自己就偷偷的流出来了。因为下大雨，所以呢，他开门的声音什么都被这个下雨的声音遮住了。那而且是丈夫是睡着的，所以呢，他就这样流出来，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就这样就走了。这是她看到看到丈夫的最后一次，之后她就不回去了。那这样子的故事呢，我真的是没想到洗衣服的时候就听到。那这样子的事情呢，就让我感觉到生活越来越便利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。那8平米的生活呢，其实是蛮不方便的，很多功能不足的地方。不过呢，它的功能不足的地方反而给我跟别人接触的机会。那少了这个跟别人就是沟通的麻烦之后呢，其实我们这生活便利了之后呢，也是失去了我遇的很有意思的乐趣。那8平米的话，刚好帮我找回这些乐趣，我是这么想的。那我的这个8平米的房间是没有洗澡的地方，我是怎么解决？其实在东京或者日本有钱汤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公共浴场，我们叫銭湯。那这个銭湯呢，之前在东京也有好多家，现在是很多人在自己家里可以洗澡了，所以钱汤也越来越少。不过我住的地方周围大概走路7、8分钟的距离可以找到5、6家。那这个钱汤呢，从这个门进去，
那进去之后呢，就女的、男的就分开，女汤和男汤是分开的。那我从女汤进去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就是稍微高的地方坐着的一位老板娘。那从这个老板娘的位置呢，可以看到左右就可以看到，就是看得很清楚。然后我就给她付钱，脱衣服，然后进去澡堂，然后就是洗完身体之后就去泡澡。日本的钱汤是很喜欢画这样的富士山，所以呢，我们一边泡澡一边看富士山这样子的。那富士山这个下面呢，过去的话，很多周围的企业或者说小商店在这边打广告，因为周围的居民都会来这边，每一天都来这边洗澡嘛，所以广告的效果非常好。不过现在的话，来的人少了，所以呢，已经没有了广告。那老板娘就在这个位置里就写了很多泡澡的时候的心得，比如说就大家来泡澡之前一定要把身体洗干净，或者说你来泡澡的时候不能加太多冷水。那为什么他写了这么个一条是跟江户人的美学有关的？其实钱汤这个东西在日本有很多，就是每个城市过去有很多。那这个他们的水温呢，平均起来差不多是42度。那欧美人可能比较喜欢稍微水温低一点的38度。那东京人呢喜欢更就是高温，45度。那我个人感觉是我去的那些钱汤，他们的水温应该是超过45度了，真的是非常烫。在高温的鱼池里装作若无其事，然后这个算是江户人的美学。所以其实我们泡澡的时候并不是享受，而就是忍耐，就是忍耐差不多就是1分钟，然后就实在忍不住了就出来这样的状态。这个是江户人的美学。那所以呢，就是我在这边跟别人沟通的时候，并不是泡澡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根本没有什么轻松的心态，就是忍耐嘛。那洗身体的时候也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顺序，大家都非常投入到自己的世界里，所以不是那么适合聊天的氛围。那什么时候跟别人沟通呢？还是洗完澡然后出来擦干身体，然后就是身体晾一晾啊，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跟别人聊起来。然后我喜欢听别人和老板娘聊天，这个时候这个氛围是非常好。我把它就是叫做裸体交流嘛，因为我们还没穿衣服，然后这样就是跟别人聊天，然后跟老板娘聊天。这个呢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。这个情况之下，我就看不到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然后对方是什么样子、什么工作的人，就全都不知道，就看到一个身体，这个是非常原始的状态。那这样的就是无关得失的这种原始的这个接触呢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。钱汤就是这么一个场所。那除了这些轻微的这个交流之外呢，东京我看到就是看到别人的世界或者是会看到比较深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咖啡馆。那咖啡馆在日本有专门的一个词叫吃茶店。吃茶店它的大概的意思是昭和时代那时候开的古老的咖啡馆，我们有专门的名字叫吃茶店。那我之前喜欢去的一家咖啡馆就是吃茶店，就在山谷。这个山谷这个地方呢，在东京还是有名气的一个地区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多体力劳动者暂住的地方。这张图是山谷的风景，有很多牌子，这个牌子呢都是旅馆的牌子。那体力劳动者他们是从全国过来的，在东京有什么工作机会，他们就过来暂住一段时间，然后工作结束了就上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有一个白天，我走在这边，有一栋楼的2楼，我看到一个咖啡馆，还是蛮可爱的。
不过呢，那个咖啡馆那时候是关着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跑到1楼的老板那里，他是卖衣服的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那个2楼的咖啡馆是不是开？他说开着的，不过今天已经关了，那家店早上8点钟就关。我以为是听错了，那个早上8点钟关的咖啡馆。那我问他，那这家咖啡馆是几点钟开呢？那他说是凌晨3、4点才开，就开，然后早上8点钟就关。我觉得很好，这个地方很好玩，所以呢改天早起去了一下，果然那个大概早上5、6点，果然真的开了这个咖啡馆，所以呢我只走到楼上。然后就打开门，里面有中年人为主，都是男人，就喝咖啡吃吐司。然后老板是一位老爷爷，年纪蛮大的，然后就是特别亲切的一个老爷爷嘛。我很喜欢他，然后他也很喜欢聊天的一个人，就是聊得开。所以呢，我去这个地方去了很多次，然后慢慢了解到这个咖啡馆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老板说，其实呢，主要是给周围的体力劳动者提供早餐的地方。这些体力劳动者呢，早上很早的时候就出来，然后集合到一个地点，然后坐小面包车去工地，然后呢，工作结束之后又回来。那他们出门的时间太早，所以呢，他们是没有找到地方可以吃早餐。那他们住的旅馆又不是特别适合吃东西的那个氛围，所以呢，他们还是愿意在外面找。不过时间太早，所以呢，这个老板就给他们提供简单一点的吐司啊或者咖啡，然后他们吃完就去干活。那个地方是早上7点以后就基本没人是对了，所以呢，他就8点就关门，也是有道理。那他倒的咖啡我觉得特别好喝，一杯350块钱，不到20块钱人民币。那我一天跟他说，哎呀，老板，您这个咖啡特别好喝呀。那他说，当然了，这个我的咖啡豆是东京的一家百年老铺进货的。那我跟他说，哎呀，老板，您对咖啡的要求很高。那他说，并不是我自己对咖啡的要求高，而是客人对咖啡的要求很高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是那些体力劳动者，其实去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，所以呢，他们全国都去过，然后到处喝咖啡，那喝多了，他们就对咖啡的要求非常高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老板也觉得对咖啡不能马虎，然后呢，自己就调配了咖啡豆的比率，然后就做咖啡给他们喝。那他做的咖啡呢，我也有特别喜欢的一款是冰咖啡。这个冰咖啡呢，我很喜欢，每到夏天我都会点。那有一天，老板跟我说，其实之前有一位客人特别喜欢喝这个冰咖啡，也是体力劳动者。那天天夏天的时候，天天来这边喝这个冰咖啡。不过有一段时间，他就没看到这个客人了。那老板也不是那么在乎，因为这些人就可能找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就离开一段时间吧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这个老板接了一通电话，是这个客人打来的。那他说：“哎，老板，我住院了，我很想念你的这个冰咖啡，能不能做一点，然后带给我喝？”那老板问他：“你住的是什么医院？”那客人说一个医院的名字，老板一听就知道，这个客人是得了癌症了。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医院呢是收入比较低的人，获得癌症的时候，政府帮他们就是送到的一个医院的名字，所以老板就知道了这个客人就得了重病，所以呢他就答应了，没关系，没问题，那我就冰咖啡带给你喝。
我真的带过去了，客人非常开心，就一下子就当天就喝完了，哎，谢谢老板。那老板回来之后，又过几天，他又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医院打来的，他说这位客人就去世了。那为什么他接到这样的电话呢？是因为这位客人就没有家属可以联系了，他留下的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这家咖啡馆的电话号码。那这些故事包括咖啡馆的老板，他本身也是非常有故事的人，然后他给我讲的那些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人的那些故事，还有洗衣店的那些阿姨，还有前台的客人，还有老板娘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。我是住在这个8平米这么小的房间，才就意识到的这个东京的另外一个魅力。其实8平米的真正功能是连接。8平米有很多功能，该有的功能是没有的，洗澡不能洗澡，洗衣机也没有，然后做饭也有点不方便，冰箱也没有。不过呢，为了解决这些不方便，我必须得走出去，然后去找解决方式。那这个过程当中，就给我带来就是之前没想到的偶遇，这个是我非常珍惜的一个事情。然后透过这么小的房间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。那我看到这个世界，其实呢，其实这称不上朋友，又不是完全陌生人，透过他们就所看到的这个世界。那这个事情又告诉我，就是在一个城市里新的地方建立起一个生活，然后呢，就是获得一种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。其实你不需要找关系特别好的人，就是这些周围的就是微弱的关系其实是足够的。我讲过的这些故事，还有没有讲过的故事呢？我就写到这个一本书里面，也是叫做《东京8平米》。写的时候的初衷，其实呢，并不是炫耀我在东京过得怎么这么好，或者说东京这个人是怎么这么好玩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还是想通过这些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的经历。其实呢，这个生活里面这些小小的关系、微小的这个关联，其实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幸福。那这个过程或者说这个做法，其实不是那么难。就跟别人就打个招呼啊，或者说就是稍微聊一点就可以了。时间久了，这个幸福感就是会就是慢慢会产生在你的心中。这个过程呢，其实你不在东京完全是 OK 的，北京、上海、中国其他城市我都觉得都可以，任何地方，然后任何年龄的人，我觉得都可以的。这个是我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